狐狸猫和小树蛙一起打篮球，进行激烈运动后的大家都流了很多汗，于是决定去超商买冰凉的饮料。狐狸猫在饮料柜前挑选着，突然他发现运动饮料的瓶身上写着含有电解质，他好奇了起来，电解质是什么东西呢？小树蛙也不知道，但他记得以前在国小有学过溶液的导电性，或许电解质跟这个有关。狐狸猫完全没有印象，水会导电？这样的话，游泳池里都有灯光，怎么没有人被电过？我不相信。小树蛙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急着说：水真的会导电啊！我现在就做实验给你看。首先，我们要准备电源、电线、LED 灯、碳棒和烧杯。我们先把电池和电线连接在一起，再连接 LED 灯和碳棒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水加入烧杯中了。如果 LED 灯有亮，就代表水可以导电。诶， LED 灯怎么没有亮？小树蛙觉得很惊讶，这跟他记忆中的不一样啊。一旁的狐狸猫调皮地说：我就说水不会导电啦，不然我的汗水也是水。经狐狸猫提醒，小树蛙回想刚刚的实验结果，纯水无法让 LED 灯发亮，但是不是在水中加入不同的物质， LED 灯就可以发亮呢？小树蛙兴奋地跑去厨房拿一些调味料，像是白糖、盐巴、白醋、小苏打、防疫用酒精等，边喊着：狐狸猫，你太聪明了！一转眼，小树蛙就回来了，咻一下，先把盐撒到烧杯中，没想到 LED 灯竟然亮了。狐狸猫瞪大眼睛问：所以每个东西丢到水里都能导电吗？不等小树蛙反应，狐狸猫就迫不及待地转身，将防疫用酒精倒进另一个烧杯，加水后准备插碳棒测试。小树蛙赶快告诉狐狸猫，每做完一个测试，就要用纯水洗碳棒并擦干，不然碳棒上会遗留前一个物质，这样实验结果就不准了。狐狸猫清洗完后，将碳棒插入加了酒精的水中，结果 LED 灯竟然没亮。狐狸猫失落地说：原来酒精加水不会让 LED 灯泡发亮。小树蛙鼓励地说：没关系，再来试试从厨房拿出来的其他物质，有哪些会让 LED 灯泡发亮？狐狸猫拿了一瓶白醋倒入水中，接着插入碳棒，这次 LED 灯亮了。小树蛙高兴地拍手，又拿了白糖和小苏打出来。两个人先将碳棒放入白糖加水的溶液中，可以观察到 LED 灯不亮。接着改放入小苏打加水的溶液中，发现 LED 灯亮了。狐狸猫和小树蛙分享，原来有些物质加入水中可以让 LED 灯发亮，而有些物质不行。科学家把可以溶在水中让 LED 灯发亮的物质称为电解质。此时狐狸猫跟小树蛙说：那你可以把厨房那些物质分类吗？哪些是电解质，哪些不是电解质？小树蛙把刚刚厨房拿出来的东西根据刚进行的实验结果分成2类，并开心地说：狐狸猫，我这样分类对吗？狐狸猫想了一下，继续问说：这些能溶于水且能让 LED 灯发亮的物质之间有什么共通性吗？小树蛙提议两人拿老师教过的石蕊试纸测试看看这些物质的酸碱性。首先，我们要用滴管吸取液体，再分别滴到蓝色及红色石蕊试纸上，然后观察试纸的颜色变化。不过要测下一个溶液前，记得换干净的滴管哦。狐狸猫点头，两人仔细地将每个溶液分别滴在蓝色、红色的石蕊试纸中，并观察石蕊试纸的颜色变化。
狐狸猫与小树蛙最后得出以下的结论：白醋能让蓝色石蕊试纸变红色，红色石蕊试纸不变色，所以白醋是酸性。小苏打是能让红色石蕊试纸变蓝色，所以是碱性。食盐、白糖与防疫用酒精则是让红色与蓝色石蕊试纸都不变色，所以是中性物质。狐狸猫总结今天学到的知识：纯水本身不导电，但加入某些物质后，水溶液可以导电。我们将溶于水可以导电的物质称为电解质。常见的电解质有食盐、白醋、小苏打。常见的非电解质有白糖、防疫用酒精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。想一想，为什么电解质可以导电呢？它们跟非电解质差在哪里？